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德瑞。长冈京是一个依山傍水、风光秀丽的小城，它位于日本京都的西南部，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，人口7.7万余人。随处可见的竹林和满目葱郁的西山构成该市的主要自然景观。长冈京的气温温和，四季分明，冬天几乎无雪。因为地处西山和贵川的怀抱之中，长冈京西面靠山，北东南三面临水，自然环境十分优越。当地以盛产蕨菜和竹笋等等山野菜闻名。每逢春夏之交，长冈京西面的山林就会有一家家出门远足采野菜的人们。而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1979年5月23日，在日本京都的长冈京市，天气晴朗，温度适宜。在长冈京市超市打零工的水野惠子和明石英子结束了他们的工作，两个人约好了骑车一起去离超市仅2公里远的河阳秋竹林采蕨菜。他们一同骑车来到了竹林。竹林位于奥海印寺，那里海拔很低，附近的居民经常来这里挖野菜、爬山郊游。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也是为了挖一点蕨菜带回去吃。其中明石英子曾多次来这里采蕨菜，所以可以算是轻车熟路了。然而时间接近了下午3点半，原本这时应该去幼儿园接女儿的水野惠子却没有准时出现。水野惠子的丈夫随后又给明石英子家里打了电话，得知明石也没有回家，于是他急匆匆地从京都赶回了长冈京，自己到竹林附近寻找妻子，但毫无所获。水野和明石两人进山2天后的5月25日，接到两家人的报警，警方在上午10点半左右于山林的小山顶附近找到了两人的遗体。水野的左胸上插着一把菜刀，而明石则是被人勒住颈部窒息而亡。两人的钱包、手表等财物全部都没有被抢走，在他们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放有现金、控饭佛和很好的蕨菜。尸检结果表示，两人的死亡时间应该是5月23日中午12点至下午2点30分之间。明石的身上有多处被拳打的痕迹，左右共9根肋骨被折断，肝脏已经破裂，死因是被人用双手直接掐住颈部引发的窒息。水野的身上也有多处被拳打的痕迹，直接死因是胸口被刺伤引发的流血过多。经过手指甲中残留的犯人血迹，经过化验为 O 型血，凶器直接切断了死者肋骨，扎到了死者的心脏和肺部。两人胃中还都残留有米饭和海苔，从消化程度来看，应该是在他们吃完便当后1个小时左右时被杀害。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表示，他的犯人的作案时间应当为下午1点至2点左右。根据这些线索，警方判断犯人因为身材比较魁梧的 O 型血短发男性，而且应该有练过空手道或者武术的经历。此案的关键是2个人身上的财物和手表都没有损失，所以警方直接排除了谋财害命的作案可能性。警方从明石身上的牛仔裤右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条，纸条上是2名受害者打零工的超市小票，小票上的日期是5月21日，小票背面用笔写上了3行字，这个证据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因为收银条上写着：有人在追我，请救救我，这个男人是坏人。经过笔迹鉴定，这上面的字确实是明石的笔迹，这说明其实在山上的一段时间内，明石和水野可能已经被犯人跟踪，而且他们也意识到了危险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事发当时正是进山采野菜的时节，
当天中午到下午，总共有16人进山采野菜，车辆的停放地点离案发地不到500米，而山脚下当时的建筑工地里有大约40名建筑工人在盖房。警方在之后对他们的调查中一一排除了嫌疑，而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，警方也发现了一些具有嫌疑的对象。第一，住在长冈京市内的2名不良少年 M 与 K， 这2人当天下午在建筑工地里面打零工。根据工地其他工人反映，在案发当天下午2点半的时候，2个人午休后急匆匆地从山上下来，而且 K 在中学的时候有3年的空手道练习经历，也常常在案发地点的山里练习山地越野，体格健壮。警方对2人进行了调查，他们都没有明显的搏斗外伤，而且 M 与 K 都是 A 型血，不符合现场发现的证据。第二，在2名主妇进山后，有行人目击到2名身着白色 T 恤和牛仔裤的男青年进山，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，但缺乏更多的信息，警方无法确定具体人物。第三，事件发生之前的几年时间内，曾经有一名偷挖私人土地里的竹笋的人，作案手法并不是刨出竹笋，而只是用菜刀将竹笋伸出地面的部分切下带走。在事件发生后，类似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。4. 事件发生的前几周，该地区曾经有多起报案，嫌疑人为40到45岁左右的男性，会主动在山林附近跟主妇模样的人搭话，问他们有没有采到蕨菜等等的事情。这个人只在周3和周4出现，而案发当日正是周3。第5，事件发生前1年的同一时期，有一位主妇在山中采蕨菜的时候，突然面前出现了一名40到45岁的中年男性，问他：太太，蕨菜采得不少吧？该男子身高170左右，手持30公分长的菜刀，身着灰色工作服，而地点就在本案发生地西南方向300米处。这位主妇当时落荒而逃，跑到了离她大概80米远的丈夫和孩子身边，一家人随即下山报案，但警察进山后一无所获。警方经过对比，发现第4和第5中的男子很可能是同一人，并且有重大作案嫌疑，于是根据收集到的情报制作了模拟画像。但是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案件是有时效性的。1994年5月24日，因为警方未能确定嫌疑犯的身份，所以本案宣布公诉时效成立，长冈京杀人事件成为了又一个未解之谜。